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我们现在在一个漂亮的地方，叫做Ramat HaNadiv， 它是罗斯查尔男爵的陵墓，然后现在是一个漂亮的纪念公园。这里是它的入口，好漂亮的花园，感觉不太像在以色列，像在法国，超级干净，又整理得很好的地方。这个是豆荚，然后人家跟我说，阿拉伯人他们会吃它的皮，因为就像是巧克力的味道。我们其实不是特地来看它的墓，本来是要去旁边践行，有一个步道2.5公里，然后是大概1个半小时可以走完，所以我们才这么早就冲出门。可是刚刚花园的门房跟我们说，哦，这个你推车会很难推，即便说那个网络上是说这个是可以推车的步道，所以我们就觉得那就看他的墓吧。气氛如何？很漂亮。这个观景台呀，看过去可以看得到前面的地中海，然后从我们在跟地中海之间的这块地，都是罗斯柴尔他在第一波移民潮的时候资助犹太人买的地，以前是沼泽地，现在就是肥沃的土地，因为沼泽他把他的问题处理掉。那当然不是他处理啦，就是他资助了很多钱买土地啊，还有所有这些技术上面需要克服困难资金的这些部分的缺口，都是由他来填补的。然后他自己是在过世以后，然后1954年按照他的愿望，把他的身体移到以色列来，就在前面。那个公爵他是法国人嘛，所以我猜整个花园他设计的 feel 啊，就是法国 feel。他的墓，等等，往这里走。我们上一支影片介绍第一波移民潮嘛，然后不是有讲到以色列的葡萄酒就是靠这个男爵他资助的，然后才以色列的葡萄酒的生意才重新开始被恢复。他。看看他这么有钱人的墓会是长什么样子呢 ？Fish， 就叫 fish。哇！你看这个地方很像那个中国那个皇帝的地理，你看都有地宫这样子走进去。那你当第一，请。上面是 Baron Edmund de Rothschild， 就是他的名字，然后是他跟他太太都安葬在这里，然后那边有一个大卫之星的象征。他跟他太太去世的时间只差半年。嗨，那除了买地以外，他在教育跟医疗上面的贡献就是他坚持一定要教希伯来文。那个时候希伯来文是一个死掉的语言嘛，可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教希伯来文，于是希伯来文就被复苏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带来了就是从欧洲国家的犹太医生，然后让这些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就有好的医疗，因为那个时候疟疾很严重，所以这是医疗的部分。在19世纪那个年代，巴勒斯坦的疟疾还有其他疾病的问题非常严重，特别在耶路撒冷更是严重。那大家知道第一个犹太医院在旧城在哪里吗？噔噔噔噔噔，答案是在 Christchurch。因为一开始这个男爵他对于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这个意向他不是很赞同。那为什么他一开始对于犹太人回归西安这个意向没有太大的热情？是因为第一个他是法国的犹太人，而且他的地位很高，他跟东欧贫穷的犹太人是完全不同的处境，所以一开始很难去体会他们东欧犹太人被逼迫，然后想要找到一个安全安家立业的一个地方的急迫感。然后再来第二个，他是会觉得应该要跟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合作，不要好像去找一个就是要政治上主权的一个国家。然后第三个，他觉得这些锡安主义者可能太过理想化，因为有很多需要克服的挑战啊，像是
刚刚说的医疗啊、农业技术啊，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怎么样子去移民。你这个需要很大的资金，你需要有农业的技术，然后还要可以克服当地的这些医疗问题啊、教育的问题啊，这些都是很花钱的。所以他一开始并不鼓励大批的移民潮，而是少数的有计划性的这样移民过来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但是他后来就认同了这个锡安主义的运动的原因，就是因为也看到欧洲反犹情绪的上涨，然后就知道说这是一个趋势。那它这个陵墓里面玫瑰花园在7月份的样子是这个样子，很漂亮很漂亮，都是不同品种的玫瑰花，然后打理得非常的细心。那在以色列复国历史当中呢，犹太人怎么回归这块土地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那罗斯柴尔男爵就在这一个历史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他有钱，靠着他经济的资助，犹太人在土地上、农业上、医疗上、教育上都有很大的一个突破。所以呢，这就是他的墓。那他在1924年的时候成立了 PJCA 巴勒斯坦犹太殖民协会。这个协会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把土地犹太化。明文规定就是，如果土地已经卖给犹太人了以后，不可以再转卖给非犹太人。那他做这件事情是要去争取犹太人在这块土地上居住的空间。像从上一个影片你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就什么都没有，所以犹太人他们一定要住在一起，一定要有一个地方他们可以耕种，然后才能够达到经济上的独立，然后才能够有地方盖会堂，然后盖医院、盖学校。那当然在耶路撒冷还有采法特都有非常少量的犹太人居在这边，可是大部分的人口还是阿拉伯人。那阿拉伯农民他们不是实际上的地主，当地主把土地卖给了有钱的犹太人以后，当地的农民他们必须离开。可是对农民来讲，虽然他不是地主，可是他是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造成后来犹太人跟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因为宗教不一样，然后还有经济的这个对立的立场。这个啊是石榴树，可是它虽然小小的，都已经开始结果了，比利尺。那历史它不是非黑即白，只能说因为罗斯柴尔男爵金钱上面的资助，使得犹太人他们在早期回归的时候有很大的突破。因为你以色列国家它要复国，那当然就需要有移民。那第一波的移民潮之所以可以活得下来，完全就是靠罗斯柴尔男爵他的介入。但是必须还是要讲，他并不是为了要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赶走，然后什么种族清洗，所以靠购买土地的方式把他们赶走。没有，他不是做这件事，他做的是购买土地，好让他的族群有一个生活的空间。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差异。然后他也没有剥削当地的阿拉伯人，所以关键就是犹太人回来这块土地的这个动作，双方会有不同立场。因为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在呼应上帝给他们的呼召，给他们的意向，所以他们必须要回归锡安。然后基督徒的锡安主义者也是看见了圣经的这些预言，所以支持这样子的一个理念。那对当地的阿拉伯人来讲，就是这是比较属于立场的对立面吧。那厕所旁边呢有这一个咖啡厅，也是餐厅。如果有在这边消费的话，可以折抵它的停车费30shekel，蛮重要的资讯。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追踪以色列美角的频道，大家拜拜。